嫂嫂，文州，你现在官拜首辅，一切要多加小心。我是婉婉养大的，从小到大，文州可有让婉婉失望过？没有，文州一直都很好。那婉婉嫁给我好不好？你别这样，我现在还是你名义上的嫂嫂，这件事还是要从长计议。婉婉这是答应了。别闹了，快去上朝啊！如果我今天求了皇上同意我们成亲，今夜我宿在婉婉的房间，可好？你个登徒子！嫂子先等着，等我下朝回来给你带好消息，让你做我谢文州堂堂正正的首辅夫人。10年前，我嫁给谢家长子谢文静为妻，还没来得及拜堂成亲，谢文静就和公公谢玄上了战场。2年后，边宫传来噩耗，说公公和夫君犯了军规，害得我军惨败，2人死在战场上，而谢家满门落罪，被贬为庶女。中了，二少爷中了！这8年来，我操持着这个家，抚养小叔，让他14岁中进士，16岁中状元，为夫君和公公翻案。一晃又过了5年，小叔在朝中已经官拜首辅，而我也算是功成身就，以后可以安心过好日子了。夫人出大事了，将军回来了。你说谁回来了？就是10年前死在战场上的将军谢文静，您的丈夫。你真的是我的妾儿，你还活着？是，母亲，我还活着。老天保佑，让我儿终于回来了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，以后我好好孝敬你。母亲，这是我的妻子凌霜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墨儿。墨儿，快叫祖母。这是我的大孙子。祖母好，我是墨儿。墨儿已经5岁了。祖宗保佑，老谢家有后了。母亲，我听文静说，她10年前曾娶过一名妻子，叫苏婉。虽然没有拜堂成亲，但依然是文静哥的妻子。可否请她出来见见？母亲。母亲，她是谁？母亲，这位可是2弟娶的妻子，她不是没成亲吗？她就是苏婉。苏婉？她是苏婉？想不到10年过去了，她竟出落成这般仙姿玉容。不是说她只是一个出身7品小官之家，平平无奇的庶女吗？婉婉，文静回来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，也是你的福气。以后啊，你不用独守空房了。姐姐，墨儿，快过来！墨儿，快叫母亲。母亲。苏婉，这是林霜，我在边关的妻子。墨儿是我们的孩子。将军既在京中娶我为妻，在边关的就不叫娶妻，叫纳妾。苏婉，我和林霜在边关历尽生死，我们的感情不一样。她不是你这样的女子，她是保家卫国的女将军，不屑于内战之争，也不会和你争执，你又何必这样对她？将军多虑了，我只是在说事实。总之，双儿不是妾。那将军打算如何处置呢？双儿和你一样，都是我的妻，我娶她做平妻，只是我们的感情不一样。
他为我生了墨儿，以后你内宅那些阴损手段，不许用在他身上。姐姐，我和文静哥在边关这些年一起出生入死，感情自然是要深厚一些。但我堂堂一女将军，所追求的自然是不同。哼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我不会和你争抢，我会劝文静哥对你好一些。那我倒是还要谢谢你啊。我和文静哥在边关立下战功，他官封4品，我为5品女将军。以后我和文静哥来支撑着谢府，姐姐在内院享福便可。至于要不要谢我，就要看姐姐的良心了。你这样的内宅女子，就算有几分姿色，又如何能跟我比？文静哥只会爱我。谢文静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当初在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活着回来？公公呢？是啊，文静，你父亲呢？姐姐，当初我和父亲领兵上阵杀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被敌军的大军冲散了。是父亲掩护我撤退，我掉到河中侥幸逃亡。那你父亲呢？父亲死在了敌军的刀剑之下，尸骨无存。那你活下来之后呢？是凌霜救了我的命。我在边关边养伤边调查军中之事，想为我和父亲洗刷冤屈。抱歉母亲，我没能救下父亲。你能活着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皇上发现冤枉了我们父子，为我们平反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在边关保家卫国，上阵杀敌，为谢家重振家业。皇上自己发现，为了给谢家洗刷冤屈，我和文州苦苦熬了8年，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。姐姐这种内院享福之人，自然是不会知道那种艰苦。既然你没死，为什么不捎口信回来？你不知道这对谢家有多重要吗？边关之事，岂是你一个妇人能懂的？贪生怕死，怕被问罪，便不敢让外界知道还活着。现在谢家发达了，就赶着回来了。谢文静，你真是让人失望。人回来了就好，以前的事情啊，不要追究了啊。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母亲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去忙了。母亲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？这10年，婉婉能操持这个家也不容易。先不说了，我的大孙子也累了，你们先去安顿吧。这苏婉好大的脾气。老夫人把人安排到哪儿了？禀夫人，安排在了西院。不过奴婢打听到，那位林夫人听说您住在主院，就跟将军说也要搬到主院来。派人看好他们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们踏入我的院子半步。是。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偏偏现在回来。文州，你怎么可以私闯我的卧房？叶文静回来了，嫂嫂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？文州，你冷静一点。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冷静，唯独这件事情我冷静不了。今天在御书房已经求皇上同意我娶你了，偏偏这个时候他回来了。是啊，谢文静竟然活着回来了。其他事我都可以答应你，你让我去死都行，但你答应过我要嫁给我，你不能不要我。谁阻止我们在一起，我就除掉谁。文州，你要干什么？嫂嫂，我是不是太没人性，吓到你了？这10年来，你想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可唯独你没说过，你爱的人是什么样的。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那样子。文州很好，如果不是你，
我早就被那帮贼人侵犯了。你一个罪臣遗孀，老子看得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别过来！你竟然敢咬我！你们都一起上，别把人弄死！为国卖到军营里当军妓。你别过来！我绝对不会让嫂嫂再受到一丝伤害。夫人，将军闯进来了，他一定要见您。走，从后门走，别被人发现。嫂嫂，把我支走，让他进来吗？做我们的夫妻。谢文哲，我和谢文静是没有可能的，我不爱他，我只是想一个万全之策，可以让我们好好过生活。你忘了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忘不了，也不肯忘。夫人，夫人，告诉将军，我先睡了，让他先回去。他若不肯，直接动手。是夫人。对不起，明明是你比较委屈，比较难过，我还让你不高兴。知道你还这么对我，故意为难我。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。这几年，我们生死相依，我只有你，可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你。我害怕你做回谢大夫人，害怕你做回谢文静的妻子。文哲，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娶我？是，我这些年所学的权谋阴诡之术，读书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的人生毫无意义。眼下皇上病重，我们如果不多加小心，定会万劫不复。你只要记住，我在乎的只有你。我谢文州想要得到的，不管使用什么手段，都能得到。这是我夫人的院子，我是这个院子的主子。本将军要见自己的夫人，你们这些狗奴才也敢拦着？都给我滚！你脖子怎么了？狗咬的，过敏。我帮你看看。不用，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入我的院子半步。你们都死了吗？苏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把你的夫君赶走吗？夫君？谢文静，谢家落败，满门被贬为庶民的时候，被那么多百姓迁怒殴打，我的夫君在哪呢？谢家女眷被卖、被玷污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谢家全家上街乞讨，只求一口活命的食物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呢？我苏婉的夫君，早在8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把他扔出去！你，夫人恕罪，院子里的大门是开着的，奴婢们来不及阻挠将军，让他闯了进来。谢文州进门不上锁的坏毛病，还是改不了。下次不要再这样了。是。目前谢家落难，过得很难吗？是啊，很难。要不是婉婉撑着我们这一家，估计都活不下来。竟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就算如此，
姐姐也不应该这样对文静哥，哪家做夫人的有这样对夫君的？文静啊，你有10年没有回来了，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你和婉婉的事得慢慢来。老夫人竟然偏袒着苏婉，我得尽快将掌家权夺过来，完成太子交给我的任务。母亲，再难，能有在战场上难吗？文静哥是4品将军，他这么做，把文静哥和谢府的面子置于何处？内宅妇人果真是小肚鸡肠。这件事我会去跟婉婉说的。婉婉这些年也不容易，你突然，女人都需要耐心哄才行。老夫人、林夫人、大爷，苏夫人又出门去了。母亲，他昨日那样对夫君，不第一时间来给他道歉，居然还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谁家做主母的是他这样的？苏婉，是我太惯着她了。母亲，内宅夫人果然就是爱使小性子，如何能成事？如果姐姐忙的话，其实我也可以帮忙1、2的。是啊，母亲，双儿是能够带兵攻城的女将军，管家自然不在话下，有她管家，我想必能是让家宅更加安宁。分了他苏婉的管家权，看他还怎么跟我嚣张，他一定会哭着求我。是啊，母亲，我和文静哥夫妻一条心，之前能在战场上里应外合，百战百胜，我能替他管家，定也能让谢家家宅更加兴旺。双儿已经给文静生下木儿，他和文静是一条心，谢家只有掌握在文静一方手中，才算是真正的谢家。母亲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也行，有双儿帮着婉婉分忧，她也轻松些。回头我跟她说说。多谢母亲，儿媳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静儿，回头你多哄哄婉婉，最好让她给你生个一儿半女。有了孩子，到时候她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母亲，这……你信母亲？如果生孩子是为了控制住苏婉也行，等我长了家，她苏婉便只能在我手下讨生活。今天府里情况怎么样？昨夜的事，今天一早，大爷和林夫人就闹到了老夫人那里去。哦，大爷昨天摔伤了胳膊，老夫人抱着他抹了半天眼泪，儿啊肉啊的，心疼得不得了。老夫人这么心疼？是啊，不仅心疼大爷，还心疼那位小长孙。今天一早就接他到院中去玩，还说要请青山院长收谢幕为弟子，教他读书呢。他真是好福气啊！请青山院长？说来也奇怪，同样是亲生的，老夫人对二爷好像一直很生疏，反而对那位死了10年的大爷和小长孙是真的亲。一个娘生的，怎会如此亲疏有别？该不会谢文州不是老夫人亲生的？施主，你有空帮我去一趟谢家老宅，帮我查查老夫人她那一辈和二爷的关系。是。夫人，老夫人来了。让老夫人进来，你们都出去吧。婉婉，你昨晚和文静闹别扭的事情，母亲都已经知道了。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如此便好。你和文静始终是夫妻，你们分开10年，生分是自然的，以后日子好好相处，感情就有了。母亲的意思是？母亲不想让你太孤单，太辛苦了。以后有文静陪着你，日子会更好过。要是再生个孩子，你这院子就更热闹了。母亲让我跟文静生孩子。母亲让我跟文静生孩子。是啊，你们是夫妻，有个孩子自然是最好的。母亲以前甚至暗示过让我和谢文州在一起，现在竟然让我给谢文静生孩子。苏婉，就凭你和谢文州那毛头小子，还想为谢家翻案？老子先玩玩你，再把你扔到我军营里去！滚开！放开我！你敢以身入局，老子让你有来无回！
婉婉这是……母亲，婉婉，她被人下药了。她以身入局，才让我们谢家沉冤得雪。她对我们谢家的恩情大于天，所以还请母亲对此事保密。你带婉婉走吧。她虽然是你嫂子，但是她和你大哥还没有拜过堂，还是清白的。母亲，你大哥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你们俩就算在一起也不为过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还是婉婉有什么想法？没，就是他已经死了10年了，我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凌霜是朝中的女将军，声名在外，文武双全，有这样一个夫人，对谢家来说也是极好的。有她为你分忧，以后的日子会更好过。母亲的意思是，让凌霜帮着你管家，她能管就管，不能管你自己管也行。好，我回头就让人把仓库的钥匙都给他。婉婉一直是最懂事的，那母亲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忙。恭送母亲，竟把主意都打到我身上来了。谢文州，你怎么都不通报一声，直接来了？要是让母亲看到……你真的要给谢文静生孩子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有，嫂嫂，这符合你的利益目标。自己生个儿子，继承自己的家产，给你养老。谢文州，我在你心里是这种人吗？嫂嫂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谢文州，你放开我！嫂嫂，你以前说过会把我当儿子养，让我给你养老。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，我也太年轻了，我们都不懂事。谢文州，你别……所以嫂嫂也是想生个儿子。你不喜欢大哥，不想跟他生，会考虑让我效劳吗？所以首府大人愿意吗？你真打算跟我玩一出小叔子偷情生子的戏码吗？想想都刺激。所以你愿不愿意啊？你真打算让我一辈子当见不得人的情妇吗？首府大人可愿意？不，我不愿意。我要你做我谢文州的妻子。你做不到，我会用我的办法。我真是疯了才会那样做。什么？放着康庄大道不走，我为什么要走那些阴险泥泞的小路呢？嫂子的意思是，我们之前被人冤枉，被人踩在阴沟里，我们面对的都是坚定的小人，并且十分强大，可以使用手段，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谢文静当初没死，为什么不回来和你一起面对？他才是那个最知情的人。好，他选择装死，还另外娶妻生子，他现在就不应该回来。他现在就不应该回来。这是我跟他的婚事，是私事，在外人眼里，他谢文静并没有犯什么大过错，他跟林霜找个理由就可以糊弄过去。对付这无情无义之人，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。我要跟他堂堂正正的解除婚姻，我们要堂堂正正的活在京中。嫂嫂，文州，在别人眼里，你可以是备受争议的权臣，但是在皇上、在百姓眼里，
你一定要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好臣子。听嫂嫂的，下次不许动手动脚了，疼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帮你揉揉。不用了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那也是嫂嫂让文州过激了。嫂嫂最是知道怎么拿捏文州，嫂嫂想要文州怎么做，你怎么做就好了。我真的好害怕你做出别的选择，舍弃文州。你不是最懂我了吗？如果要做选择的话，你肯定是我最好的选择。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和嫂嫂真是心有灵犀。油腔滑调，你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林霜的母亲是前兵部尚书杨尚书的庶妹杨氏，就是5年前我们翻案对付杨尚书时，暗中帮助我们的杨氏。是。这，他也算是出身英烈了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8年前，林霜就已经在战场上，他是个传讯小兵，给我父亲传假讯的人就是他。什么？这个凌霜女将军在战场上立功不多，她升得这么快，一定有问题。继续查下去。文州，听嫂嫂的。你觉得他们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，是什么目的？嫂嫂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林夫人，不报备就进我的房间，这就是你的教养。你就凭你，本将军的礼，岂是你能受？找死！二弟，这件事我们去前厅说。好，那我们就当着母亲的面一起说，免得又说我冤枉你。二弟身上怎么会有苏婉身上的香味？这怎么可能？母亲，苏氏答应让我管账管家，却只给我空账本，库房也是空的。苏婉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不要用你后宅的阴鬼手段用在双儿身上，你竟然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林将军要帮谢将军管家，我交给他便是。当着母亲的面撒谎，这账本分明就是空的，库房也是，除了灰尘什么也没有。母亲，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10年来都是婉婉管家的。当时我进入谢家，谢家早已是入不敷出的状态，是我拿嫁妆补贴。8年前，父亲在战场上蒙冤，谢家早已落败。现在，这库房算下来，早已没有你谢文静的东西了。可这偌大的谢府，还有你们母亲穿的锦衣奢服，每日的珍馐美食，这1日1000金的花费，还有你苏婉头上的发饰，都价值1000金，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林将军觉得是哪来的呢？哼，难道都是小叔的？林将军真是抬举我了，我刚当上首辅，那点俸禄去打点官场的关系还不够，更何况支付府上的花销，更遑论当年为洗刷父兄冤屈所造成的巨额花费。什么？文静和公公的冤屈是你们洗刷的？
是你们为我和父亲翻了案。父亲和兄长，一个五品将军，一个7品小将。要不是我们，谁会记得你们，给你们洗刷冤屈？否则我谢家到现在还是罪臣之家。你以为你们2人回京还能这么风光？原来是二弟为我和父亲洗刷了冤屈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我哪有这能耐？全是婉婉的功劳。原来是婉婉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内宅女子！二弟，你要是想维护她，也不用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在她头上。供养谢家，为父兄洗刷冤屈，都是婉婉的功劳。是婉婉。多谢婉婉，以后我会加倍补偿。不用了，母亲知道的，我都是为了父亲和谢父。那这宅子和府上的钱财都是皇上赏赐弥补给谢家的。凌将军，你还真是会异想天开呀！在战场上杀敌立功，都是靠想象得来的吗？二弟，不得对双儿无礼。你在京中尽享太平，是双儿带着将士们在边关保家卫国。边关上千名将，几百万士兵，主要功劳都是他们的吧？大哥，按照你这样所说，京中很安全？当然，你没有上过战场，你是不知道战场上的凶险。这府宅嫂嫂买的，府中花销嫂嫂支付的，就连我的吃穿用行，都是嫂嫂打理支付。苏婉哪来的钱？她一个女人，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？事实就是如此。母亲，确实是这样的。这些年来，都是婉儿打理府上。说起来，你们夫妻2人，还有你们的孩子，现在吃穿用行，都是嫂嫂的。大哥，凌将军，你们不会一直打算这样用嫂嫂的吧？你们不会一直打算这样用嫂嫂的吧？我们之前又不知道。你们现在知道了。你们2人都是朝廷命官，这样传出去的话，对你们声誉也不好。我和双儿的俸禄都会交出来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文静阁，苏婉，谢将军找我还有事吗？婉婉，这件事暂且不提，我们先聊聊木耳的事。木耳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婉婉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婉婉，你也是木耳的母亲，木耳的事也是你的事。谢文静，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白送我一个好大儿啊？你我夫妻一体，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当真是被他恶心到了。谢大将军是因木耳的事有求于我，那凌将军呢？我堂堂当朝第1女将军，何曾对一个后宅女子这样低三下气过？不过为了木耳，我忍了。木耳的事，我都听文静哥的。我们想让木耳进青山书院读书，听说当年就是你求着他收文州为徒，教文州读书的，你有办法？你们想让木耳拜青山院长为师？自然，青山院长是京中最有名的老师，又是青山书院的院长，当朝3届首辅、6届状元皆出自他门下，你一定有办法。那你们2人带木耳去见过青山院长了没有？说起来，二弟，你是青山院长的弟子，你应该更有办法。我没办法，这事儿只有嫂嫂能办。这事儿只有嫂嫂能办。二弟，你不是青山院长的弟子，为何不能？是啊，二弟，你不能，为何婉婉能？二弟，你莫不是不愿帮我们？你和文静哥是亲兄弟，又同朝为官，应该互相扶持才对啊。哎，我和二弟是亲兄弟，
他自然不会不帮我。只是二弟为何？二弟，你为何这样看着苏轼？你们也说了，当朝3届首辅，6届状元，全部都出自青山院长门下。他收人自然有他的规矩。是我考虑不周。二弟是当朝首辅，如果二弟推荐木耳到青山院长门下，会被朝廷视为朝中官宦，皆出自青山院长门下。那这件事情就麻烦苏轼了，以后我定让木耳好好孝敬您。这件事我帮不了。苏轼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和文静哥的感情深厚，觉得我抢走了他？那我以后离他远一些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做妾也行。我们做母亲的，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。苏婉，这件事跟双儿没有关系，你不要用木耳为难他。这林将军的大气大义，我今天算是见识了。但这件事跟你们无关，是他木耳不配做青山院长的弟子。苏婉，你为何要借此来侮辱我的木耳？苏婉，你放肆！